老师，您耶，我爱你，上帝，我终于说出来这句话。陆云，我也想你，我都快撑不住了。没出息。你不是男人，你当然这么说了。我还得要忙一阵子，等忙完了这件事情，我马上就回去，估计下个月吧。哎，什么时候回来，一定要提前通知我啊，别搞突然袭击。哎，最好选个星期天，我和瑶瑶去机场接你，好吧？哎，对了，你那位导师最近怎么样？科米洛先生啊，人品非常好，对人也很热情。他在医学上的建树让人崇拜，我真想把他所有的知识都给学过来。那就好好跟他学啊。但是什么？千万别让他爱上你啊！爱上又怎么样？那我让贤呢？胡说！你就这么把我让给别人啊？好了，不开玩笑了啊！我知道你的那份感情只属于我，别人拿不走。哎，对了，你需要什么吗？不需要了，马上就要回去了。对了，照顾好你自己，也照顾好爸爸和瑶瑶。我知道。好，我知道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吗？送给我的。对，送给你的。为什么？如果这束鲜花表示爱情呢？不，老师。不要紧张，这束花是 Boris 医生让我交给你的。鲍里斯医生。对。他已经决定放下手术刀。为什么？他差一点让辛迪小姐下不了手术台，他已经不要当医生，但是他非常感谢你。您应该阻止他，他是一位优秀的外科医生。可是他老了，现在他自己觉得他一点都不出色。那辛迪小姐的情况怎么样？她哭了，她躺在病床上诅咒上帝。他永远失去了观众，他认为上帝对他不公平。其实，希望他的观众也在诅咒上帝，因为他们再也听不到那夜莺一样的歌声了。他的歌太美了。真正的恶魔是癌症，是长在他身体里的肿瘤，所以他不该诅咒上帝。老师，你想说什么？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决定。等我决定了之后，我会告诉你的，但不是现在。你的决定对我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喂，如云。喂，张伟先生吗？啊，是我。我是科米洛。啊，科梅洛先生，你好。你好，张伟先生。我有一些冒昧，可是我觉得我有必要打这个电话。
有什么话，请您讲吧。什么？延期？张伟先生，你在听吗？是，我在听。科梅洛先生，您不觉得这种事儿应该由我妻子跟我说吗？叶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，她不想伤害你，她愿意留下来，她不知道怎么跟自己的丈夫说，她需要你的支持，张伟先生。我的解释，你满意吗？非常满意。我替叶谢谢你，张伟先生。再见。再见。如果你说不，就不要接这杯水；如果你说是，就把这杯水放在你自己的手上。老师，我什么都明白，可是我知道你的可是，我理解，可是我无法说服我自己。我越想说服自己，这种感觉越是强烈。我曾经向上帝发誓，我永远不会对你说爱。可是，我也知道您的可是。我感谢你的爱，我会保留它，让它成为我的一种财富，让我觉得我特别的富有。我在谢谢你耶。我无法预示未来，可是我给自己留了一份希望，这份希望将支撑我的生命。耶，我们每天都在一起，就像现在一样，面对面站着。可是，我一直觉得我们好远，就像隔着一条河，一条爱的河。我很想坐进你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坐进你，不知道怎么坐进来你的心里。耶，在上帝的面前告诉我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？耶，不要回避，告诉我好吗？耶，是真的吗？你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人，你所给予我的是别人所无法给予的。在我的心里有一个位置永远是空着的，这个位置属于你。但是你也应该知道，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个更重要的人，他就是我的丈夫姜维。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事实。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可是我爱你，这也是事实，也同样无法改变。你怎么又忘带钥匙了？妈妈，瑶瑶，妈妈，我看看你，妈妈，长这么高了。
己不打个电话，我们好去接你啊？我给姜伟打电话了，他没告诉你啊。那他没去接你？嗯，怎么样？刚从国外回来，家里的环境还能适应吗？既然是家，当然能适应。不过，有什么话就说，我有思想准备。你有准备？什么准备？我不会成为你的障碍的，你呢也不要有什么顾虑。我只是希望不要把事闹得太大。我这个人多少还有点自尊，我想咱们还是体体面面的为好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可以不懂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不会成为你障碍的，真的。其实我们谁也没有必要给谁设置障碍。有些事情，它既然发生了，可能就有它发生的道理。我想咱们还是想开一点，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点？我实在不能理解你现在这副样子，把自己弄得可怜兮兮的。你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给自己做什么铺垫，这种事情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理由，一个不字就足够了。如果你是男人，我会说你是伪君子。可是你的手段也并不高明。想离婚就大大方方说，何必浪费时间呢？我们已经不年轻了，浪费时间等于浪费生命，知道吗？到底是你要离婚还是我要离婚？你怎么可以倒打一耙呢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虚伪，这么让人反感？好了，既然这样，没有必要谈了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姜维还是姜维，过去什么样，现在还是什么样。先生，请您说话小点声，谢谢。喂，对，是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对不起，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戏演下去，不能让爸爸和瑶瑶知道。我不想伤害他们。是，我也这么想的。那好，现在我们一起回家，然后买点吃的带回去，然后把我们该办的事情办了。我想跟你谈谈。换个时间吧，我脑子很乱。我的脑子也很乱，但我想，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谈话。还在想手术的事儿啊？我不想谈这件事情。事情已经无法挽回，况且又不是你的责任，就不要再想了。我说过，我不想谈这件事情。那好吧，
谈谈我们俩的事儿。我猜对了。林童果然成了你借口，不错，我们是在恋爱。可是你的异国恋情不是也很浪漫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还想说什么啊？你能否认吗？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凭什么？难道事实不比证据重要吗？啊？我从没有想过对你隐瞒什么。一直以来，我一直找机会跟你说，但是你从来没有给我这个机会。从回国到现在，你一直用敌对的眼光看我。不错，坦白地告诉你，我的导师克米洛确实向我表达了他的感情，确实表示了他的爱，但是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。一厢情愿？不太可能吧？你可以不相信，但是你应该相信事实。事实是我回来了，我躲避了那段感情。你逃避了那份感情？你可以告诉我逃避之前干了些什么啊？你把我看成了什么样的人？女人？难道我真的有那么肮脏吗？难道我们10年的婚姻，就那么轻易的被你无端的猜疑给毁了？我们的婚姻难道就那么不堪一击？可是我们的婚姻里面出现了个不该出现的男人。这个男人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充当了个奇怪的角色。你说，我该怎么面对这个婚姻呢？啊？如果你拿这件事做把柄，作为你婚外情的理由，我无话可说。现在，请你明明白白地告诉我，你要干什么？请你告诉我，我们的婚姻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？陆云啊，哎，爸，您找我有事儿啊？你和姜维，也许我不该问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问。爸，你想问什么就问吧。你和姜维真的不行了吗？这个家就这么完了？你们俩都是医院里公认的好医生，事实上你们也都很优秀，可你们怎么就成不了一对好夫妻呢？
素不相识的病人，你都能跟他们处得那么好，10年的夫妻，10年的感情，说没就没了吗？爸，我无能为力。不，你不是无能为力，是不想努力。如果你还把这个家当成家，你心里还有瑶瑶和我，你就不会冷得像一块冰。不是我冷得像一块冰，而是我再也热不起来了。那是不是因为这个？怎么在您这儿？这是姜维给我的。如云呐，你真的那么喜欢加拿大吗？我如果喜欢加拿大，我就不会提前回来，我就不会拒绝克米诺，我就不会看到我不愿意看到的这一切。你如烟，我没有一点责怪你的意思。你应该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吧？这只是他的借口，是他要离开我的理由。他只要告诉我，他不需要我了，就已经足够了。不要再拖了。瑶瑶不能跟你，我只要瑶瑶，别的什么都不要。你别的什么都可以要，就是不能要瑶瑶。瑶瑶不需要继母，瑶瑶更不需要继父，尤其是一个外国继父。他不会去加拿大过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。你为什么这么固执？你凭什么说我要去加拿大？那是因为你不想说。你不应该不说，更不应该让克米洛打那种试探虚实的电话。电话？什么电话？你的记忆力不会这么糟糕吧？就在你决定延期的时候啊，克米洛打了一个电话，我想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就在他身边吧。我为什么要让他打电话？那是因为你勇气不够，或者是因为别的什么。这事儿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从来没有让科米洛打过任何电话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给你打这个电话。那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凭我现在还是你的妻子，凭我是瑶瑶的母亲。好吧，就算你没让克米洛打这个电话，可是克米洛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呢？这后面的故事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吧？啊，现在我明白，你装模作样的回来工作，就是想找机会把瑶瑶从我身边带走。你这是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可惜你没有把自己包裹好。我没有。你没有，你就是这么想的，这么做的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看我，我同意离婚。我没有别的要求，只要瑶瑶。不可能，瑶瑶不能离开爷爷和爸爸。瑶瑶更需要母亲。瑶瑶已经适应了没有母亲的日子，她不需要。离婚的事儿啊，我不想再拖了。我还是原来的想法，瑶瑶归我，其他的随你怎么办。今天晚上
我不想跟你谈这个。他太年轻了，不能没有腿，这对他太残酷了。你真的那么爱他？是。他的腿能不能保住，现在还很难说。如果保不住的话，你还那么爱他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回答我的问题。是。不管他怎么样，我对他的感情都不会变。那你还等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把我们离婚手续尽快办了，是吧？不是尽快，是明天。老师，您最近好吗？不要叫我老师，我已经不是你的老师，叫我的名字好吗？可是我已经习惯叫您老师了呀。叫我的名字很难吗？那好，我就叫您的名字。可，不行不行，我实在叫不出来。上帝，你可真笨！你就叫我可吧。好。可，您不是一直想来中国吗？那我现在就向你发出正式的邀请。是的，是的，我很想去中国，可是我一直没有理由。谢谢你给我理由，但是你一定要告诉我，你为什么邀请我呢？你是不是很想见我吗？是啊，我很想见你，因为啊，我有非常重要的理由要见你。什么？你同意了？那太好了。那你来之前啊，一定要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到时候去机场接你。好的，好的。拜拜。下午我们去趟办事处吧。好吧。不过，有些事儿需要商量一下。比如说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觉得没有必要商量。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瑶瑶。爸爸妈妈，不要离婚，瑶瑶以后会听话，帮你们干好多好多活。爸爸妈妈，求求你们！瑶瑶，快起来！我不起来。你们就这么为人父母，孩子跪在你们面前，你们就没有话跟孩子说？瑶瑶，不要求他们，让他们离。瑶瑶有爷爷，瑶瑶没有爸爸妈妈也一样长大。妈妈，不要离婚好吗？妈妈不要离婚，不要离婚。哎呀，是妈妈不好，不，是瑶瑶不好，瑶瑶把妈妈惹哭了。妈妈，求求你不要离婚好吗？妈妈，不要离婚。
如云真就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了吗？如果不离婚，会不会痛苦的活不下去？爸爸，那我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我希望您能平心静气的听，我呢，平心静气的讲。我做了您38年的儿子，我敬重您30多年。您是一位好父亲，和您相比，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。我愧对您和瑶瑶。我和如云的感情裂痕已经到了无法弥合的地步。我们离得越来越远，越来越陌生。我们间早就没有了夫妻间的那种感觉。现在我们谈论离婚，就好像在讨论一个病例。作为对同床异梦的夫妻，对他对我都是不公平的。我们都有权利重新选择，而且我们都有了新的选择。是你有了新的选择，如云没有，她不会。爸爸，您不要感情用事。我知道，您接受不了如云情感转移的事实，可这毕竟是事实。就在昨天，在我和如云去办离婚手续之前，他已经正式邀请克米勒来中国。这是我亲眼所见的。我看到了他的表情，听到了他的语气，那是一种只有在爱人之间才有的语气和表情。也许这是一种巧合吧。我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。他终于要做他应该做的事儿了。哦，爸爸，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。我甚至为他高兴。他应该有更好的归宿。我和林彤的感情已经跟你说过了，她是个好姑娘，善良、聪慧、通情达理。在我最孤独苦闷的时候，她给了我最需要的东西，她给了我情感和精神的支撑，或者说她给了我感动和动力。我是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，也是在不知不觉中把我的感情投入了进去，是那种全身心的投入，没有一点保留。我给了他承诺。一个男人的承诺是什么呢？是用一生的时间去履行，去兑现。爸爸，你也是个男人，你也有个承诺。我知道，您用了一生的时间去履行自己的承诺，这点毫不怀疑。现在，生活给了林彤致命一击，他压着2座大山，一座是情感的，一座是精神和肉体的。如果我弃他而去，就等于把他推到了悬崖边。我会为我自己背叛他而痛悔一生。爸爸，您是长者，是父辈，请你给我指条路，我该怎么办呢？
你为你的爱情编织了这么多堂而皇之的理由，听起来让人感动。可是作为丈夫、父亲和儿子，你又是怎么履行你的承诺的呢？我承认，我跟如云的分开，对您、对瑶瑶都是一种伤害。但是，爸爸，您不会因为我和如云的分手而失去一个儿子。瑶瑶呢，也不会因为我和如云的分手而失去爸爸妈妈。可是林童呢？我要是不管他，他就等于失去了一切，他将变得一无所有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是一辈子都不能原谅我自己，永远不能。也许是我把自己想象的过于强大。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挡不住。挡不住啊！哎，请进。哎，小叶，进来。啊，院长，来，进吧。好。来，坐一坐。坐。有件事情，我想跟你们，怎么说呢？就算是通知吧。您说吧。经院党委研究，肿瘤科的主任重新聘任。原因我不说，你们也不要问。小叶，这是你的聘书。我？为什么会选择我？有言在先，你不要问为什么。重新聘任科主任，我没意见。坐。小叶的职务呢，院里面是从工作考虑的，希望你能够理解。院长，这不太合适吧？从工作出发，有什么不合适的吗？是不是姜维？姜维啊，不是我当着小叶的面批评你，你这一段时间的情绪非常的低落，科里的工作也很被动。我知道周葛的一再上告对你有影响，不过从你的心理素质而论，这件事情对你不会有什么影响吧？我的心理素质并不好。重要的事情，我该承担的责任我一定承担。我也知道，作为一个外科医生，一脚踩着医院，另一只脚踩着法院，没有这种心理准备，就别当外科医生。你有这种心理准备就好。我也正要告诉你，厅里组织的专家鉴定小组已经成立了，马上就要对卓雅的死亡病例进行讨论和鉴定。还是那句话，要有心理准备。好，我知道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那你先去。好，哎，小叶，你留一下。
你也是专家小组的成员之一。我？是啊，你是经过资格认定的，你有这个资格。我不能参加这次死亡鉴定。为什么？作为当事人的妻子，我觉得我应该回避。如果要是作为一名专家呢？好吧，我同意。还没找到？没有。鉴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也应该想想这件事儿。我不想，我也没时间想，爱什么结果什么结果。你怎么变得越来越容易冲动了？一个成熟的男人应该理智，应该冷静，应该知道如何面对现实。现实是林童是个病人，而且很危险，现在杳无音信。也许他在什么地方摔倒了，再也起不来了，也许已经失去了勇气，这就是现实。他如果爱你，他就不会这么做。妈妈，妈妈，林阿姨她为什么走了？啊，他生病了。生病为什么走了？妈妈可以给她治病，爸爸可以给她治病。你说的对，妈妈可以给他治。只要他回来，妈妈就给他治。他要是不回来呢？得了病不治，他会不会死？他不会。那我要是在路上碰见他怎么办？那你想想，你该怎么办？你想好了吗？你该怎么办？我把他送到医院去。然后我对他说：“妈妈可以把他的病治好。”妈妈，我这么说行吗？那我这么说你不生气？妈妈为什么生气啊？我不说。姜维的态度怎么样？还好。我总感觉这样对姜维不公平。哎，这我也知道。不过呀，我还有另一种担心。另一种担心？是啊，我担心上面用行政的手段来干预，指令性的让什么人到肿瘤科来当主任，那样对我们可就太被动了。对姜维来说，那才真正的不公平。以前没听说赵世轩和唐处长有什么关系，怎么突然间他替他说起话来了呢？我不生气。我和林阿姨说，不要抢走爸爸，把爸爸留给妈妈。
你说过你不生气的。爸爸不生气啊，爸爸不生气啊。不过你要告诉爸爸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爸爸是妈妈的。谁告诉你爸爸是妈妈的？啊？没人告诉我，我自己这么想的。你为什么这么想呢？啊？因为我是爸爸妈妈的，所以妈妈是爸爸的，爸爸是妈妈的。瑶瑶，你算的什么账啊？爸爸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你说话呀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不，瑶瑶，你说的对。那林阿姨会不会到咱们家来？瑶瑶，你让不让林阿姨来呀？嗯？林阿姨来，她住哪儿啊？家里没有她的床。哎，妈妈，妈妈，你愿意让林阿姨到咱们家来吗？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恭喜您了，叶主任。哎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？哦，没事儿。你肯定有事，是不是姜维又欺负你了？我是最不愿意看到你们离婚的，可事已至此，说句不该说的话，快刀斩乱麻吧，该切的切，就像做手术，省得活受罪。哎，你说林童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处境？按理说他不应该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。他在挣扎，也在选择。你说什么？我得去开会去了。是不是卓亚的死亡鉴定会啊？对。姜维活得也够累的了，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，还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。叶主任4年9室15床的患者把赵主任赶走了，指明让您给他做检查。那好，我这就过去。哎，护士长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我们也去看看吧。好吧。你报复，我做梦都没想到，你会用这种手段来报复。我没有。好了，我不需要任何解释，我只尊重事实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那封信从哪来的。但是这个炸弹，是你带到会场上去的。这个，我向杨院长做过解释。我真的不知道那封信从哪来的。只有杨院长信你的谎言，我不信，打死我也不信。信不信由你，我可以用我的良心做担保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还给我谈什么良心？叶如云，
我这是到了今天我才认识你。我被你感动了。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善良的女人，我甚至觉得我有些愧对你。我真想不到啊！我想不到，原来你是一个绵里藏针、下手那么狠的女人。如果你能冷静下来的话，我会把这一切向你解释清楚。这根本就不是事实。不，我不需要。我不需要再做任何解释，我不需要你的解释。我必须向你解释。你赶紧去找救护车，我去打个电话啊。好嘞。好。哎，叶医生，是你呀？哎，你什么时候？爷爷知道，爷爷知道瑶瑶想妈妈，可是，爷爷，让妈妈回来行吗？爸爸不要妈妈，我要妈妈，让妈妈和我一起睡，让妈妈用我的碗筷吃饭。瑶瑶，爷爷，妈妈到底犯了什么错误？妈妈没有错，妈妈什么错都没有。爷爷，妈妈一个人住，没有人陪她说话，打雷的时候她多害怕呀，妈妈多可怜啊。刚下手术台啊！哎，快快坐歇会儿，累不累？这两台小手术不累。来来来，渴了吧？我这儿有水。赵主任，这2天你对我特别客气啊。人老了，领导看不上，群众呢看着也碍眼，我得搞好关系啊。要不然，有人在背后给我一脚，我光顾了腰疼，我都不知道谁干的。你说是不是啊？您说的对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这话说的一点错都没有。上次我已经听了几遍，什么也没听出来。这伪装的声音真不好分辨。打电话这个人呢，确实很重要。只有找到这个人，让他把一切说清楚，事情呢才会有一个结果。
说的是啊，这个周阁没完没了的闹，对咱们医院影响太大了。我们可以画个范围，把打电话这个人呢圈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。你比如说，打电话这个人是我们医院内部的某个人，或者说呢是知情者，也有可能啊是对姜维有成见的人，否则那只能是大海捞针。我同意。小叶，你的意见呢？哦，我没意见。找时间呢，让姜梅也听他这个大夫。罗科长，你看可以吗？可以。这声音会是谁呢？听不出来，声音是经过伪装的，肯定是听不出来的。我想这个人啊，一定了解我们医院。那肯定的了，否则的话不会对手术了解这么清楚。耶！老师，上帝，你忘了该怎么称呼我了吗？外国领姐，见过。来，介绍一下，这就是克米洛先生，这是我们医院的护士长曲静。你好。你好。你一定是一个很优秀的护士长。这家伙真会讨好女人。你难道认为自己不优秀啊？你们在说什么？在说我吗？哎，老师，你怎么不打声招呼就跑来了？打一个招呼干什么？我想悄悄的进村。怎么他也看过《地道战》呢？他还会说不见鬼子不拉弦儿的。他自己就是个鬼子。还行。还行？什么还行？还行就是还行，装什么糊涂？克米勒先生，我失陪了。女士，再见。再见。叶，我想对你说一声对不起，或者对你道歉。道歉？对，道歉。是我想你应该明白，是我的某一些行为让你提前离开加拿大。我一直很内疚。事情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再说我也是不辞而别，您不也原谅我了吗？好，那就不说了。叶，你瘦了。老师，您还好吗？我还好，可是有的时候不好，比如想你的时候。在我最孤独的时候，我还会想起我们在温哥华的日子，想起你。走，这边请。走。叶，你好。怎么了？我吓着你了吧？请进。你们男人长胡子啊，可真是一件麻烦事儿。没有办法，这是上帝安排的。请坐。啊，谢谢。你先生的胡子是不是也很厉害的？怎么？他没有胡子吗？也许我不该这么说。你先坐，我马上就好。啊。他一直在陪伴着我。
为了我们的充分，干杯！老师，还是老习惯，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？既然是老习惯，那现在就开始吧。但我还希望我的学生能改掉老习惯。习惯啊，有好有坏。要是好习惯改掉的话，老师会批评的。那，这是灵童的所有资料，你先看看吧。耶，我拿你真没有办法，又可爱，又可恨。这是